这段时间呢，不是 CentOS 在6月30号的时候就已经停止维护了。我们很多小伙伴呢，已经开始想着如何平替我们的发行版如何更好的过渡。因为 CentOS 对于红帽家族来讲意义重大它把免费社区的这种架构传承下来，很多发行版都会后续遵照这个 CentOS 的这种理念继续发展壮大。未来的这几个发行版都是可以跟大家说道的。看了很多关于红毛系家族的前世今生。那 CentOS 7的话，如果你不做一些骚操作的话，它更新软件包下载依赖这些更新系统，你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提示会告诉你我们已经停止维护了，你要自己想办法或者怎么样安全性肯定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我们今天会着重选择几款平替 CentOS 的。首先我们在 Virtual 这家呢，它现在这边已经没有什么 CentOS 7了，只有一个选项了。我个人主推的有2个版本，一个是 Alma Linux， 还有一个是 Rocket Linux。这一款呢是商业赞助的有商业支持的，就是也是免费开源的发行版。那它这个好处呢，就是说它继承了 Cloud Linux 对于云产品的一些技术特点，对一些虚拟化的云服务器，就是类似于 VPS， 它可能有隔离有更好的这种资源利用优化项的一些东西。我个人感觉它更适合 VPS， 它更适合企业级的，而且它有完备的一些技术支持，也是比较快的。红帽那边就是 Red Hat 那边，只要更新了这个它会第一时间完成更新。我们这个 Rocket Linux 呢，它其实是一个纯社区驱动的，原 CentOS 的创始人、合伙人之一他专门做了一个纯社区驱动的免费开源的发行版。那它可能在发展和维护过程当中会更加透明，而且更加灵活，也是 CentOS 平替过来用的人应该是最多的，毕竟是原创始人来又牵头搞的一个发行版。像我们的 Fedora 其实它也是红帽体系下的，但是它属于红帽的上游，就是 Red Hat 上游，它的一些新技术呢都会被 Red Hat 吸取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新的、比较尝鲜的，可能跟 CentOS 有一定代沟的一款 Linux 发行版。因为在它的这个系统上调整我们的虚拟内存好像是不生效的，回头我还会去再研究一下，看它是不是有更新的一些调整手法。但是它的 Docker 官方的意见脚本是支持 Fedora 的，有点像是探索版，你可以理解为 Red Hat 家族里的探索版，新鲜技术都到它来应用。那这2款偏向于稳定的，属于 Red Hat 的下游，因为 Red Hat 它其实是收费的，它是个企业级的。这2款呢，紧跟红帽的步伐在运作的免费开源的发行版。还有一个红帽家族的发行版，其实是甲骨文云的小伙伴可以尝试一下 Oracle 的 Linux。大家没有甲骨文云我们同样也可以13这边选择8，我们的重装这边呢，我做了一些改版。首先呢，它现在变成2行的了，而且我们把红帽家族的所有的可以用到的，我们都可以放在一起了。只保留了一个 CentOS 7，因为有小伙伴还是会用到这样的一个系统的重装，虽然它已经停止维护了，但是人家还是有办法。回头的话，我们再分享 CentOS 真的不想平替的话，那我们再看有没有什么手段。好像是国内环境会拖泥带水一点国内像阿里这些的镜像站可能都还在，但是对于国外的小伙伴那大家呢就无脑的上这些平替版本就可以了。如果你没有甲骨文云的话，你就用这个大神给我们的滴滴脚本来，DD9和8这个版本。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这些平替版本呢都是9、8这2个版本，那7没有了，那就是说相当于红帽它其实主力在维护的也是这2个版本，一个是9，一个是8。下游的这些免费开源的发行版呢都会遵照这样的一个规则在走，所以这3个呢其实是无缝平替的。但是这3个有一个问题是 Docker 官方它并不支持它们，所以
必须要用科技蓝的一键脚本了，来安装 Docker 环境了。如果你没有一些方式和方法的话，如果烦你还得到网上查资料的话，这个脚本呢可以帮你安装到最新的版本。OK， 那我们再看一下他们2个系统的占用情况啊。一个是 Alma Linux， 还有一个 Rocky Linux， 它们其实是几乎一模一样。Alma Linux 可能在内存的占用稍大一些，这个我们现在用的是8这个版本，那9可能会更大，200兆的样子吧。好了，这边我用徕卡云重装了一个 Oracle Linux， 就是我们甲骨文云 Linux， 哎呀，我摁 K 了。太直觉了，这个东西现在已经成为我习惯的一部分了。我们用一下我们的一键脚本啊，在国内的小伙伴呢，你用这个啊，国外的小伙伴呢，这2个都可以啊。我们复制进来回车啊，第一次呢，我们先授权一下，因为这个授权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许可都了解一下。你可以点拒绝，拒绝就退出来了。我们再按 K， 再点 Y。这样呢，我们就来到主菜单。主菜单这边呢，我们选择1，看一下它的基本情况。OK， 这个徕卡云的机器，我们可以看到 Oracle Linux 现在是8这个版本，它其实就是 CentOS 的这种平替，但是这些发行版目前 Docker 一键脚本是不支持的，所以科技蓝这边自己适配了一下啊，你直接选择1，直接安装就可以了。它都调用的。现在主流的红帽家族都用的这个 DNF 包管理器，原来的话早期的都是 YARM， 它后期基本上全部都迁移到 DNF 这样的一个命令包了。其实你在这一类的系统里头用 YARM 依然是可行的，就这2个都可以。红帽系的标志特征，随着 CentOS 的落幕，那这些发行版才慢慢进入我们的视野。这边又开了一个 Virtual 的 Rocky Linux， 来输入一键脚本，直接这样的。我们用这台机器可能带宽大一点，装起来会快一点。我们可以着重看一下 Docker 安装的一个流程，因为整体上来讲，红帽这边的安装速度是没有Debian 和乌班图那边快。我个人感觉可能它架构过于丰富导致的。红帽这个庞大的体系造就了不少 Linux 发行版。所以企业级呢，确实有它可用的意义啊。未来的话，我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 Linux 发行版。2次的话，它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其实跟我们的 Alpine Linux 有一些相似的。怎么讲？用的命令跟其他的主流的完全不一样啊，就是非主流。黑客喜欢用的那个非常漂亮酷炫的 Linux 也是基于 Debian 的系统的，所以回头也会跟大家去分享。这种非常有意思的发行版，那 Docker 就已经安装完成了，它是自动化的啊。我们选择2，看一下情况，可以看到版本号 Docker Compose 的版本号。在这台机器上，你可以使用这么多的应用，你也可以用自己的 Docker 项目啊，你也可以用10来我们的 Docker 21紧装 Nginx 直接搭建网站了。而且科技蓝的脚本现在已经基本上大部分的 Linux 发行版都已经全部适配了。Nginx 的最新的一个版本，反带 IP 端口啊，反带域名啊，还有重定向，还有静态站点这些你都可以去用了，这一片的你都可以去用了。如果你说我想要完整的 LDM 体验的话，那你可以装这个，全部你都可以体验啊，这个是一个完整环境。好，那我们就不管了，我们现在38就把它删掉。好，把它删掉以后呢，我们再看这块13，我现在做了一个这样的红帽系的 Linux 内核升级，这个就是我们当前这个系统是可用的。我们27，它是可以把你当前的 Linux 的内核版本升级到我们现在 kernel 最新的一个版本。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 K1。我们关注一下当前的一个 Linux 版本是 5.14， 对不对？我们到 kernel 的网站，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 6.9.9。升级有什么好处呢？一是可以规避漏洞啊，有一些漏洞它可能在一些区间的版本号内都会存在，但是我们可以升级到最新版本就铁定会修复，因为最新版本永远是会及时来处理的。这也是为什么红帽生态这么强大的一个原因，它可以时时刻刻有专门的机构来维护这样的一个全新内核。我们这边27，我们点开选择 Y， 我们可以直接来安装到 6.9.9 这样的一个版本啊，它就已经开始自动安装了。
这个行业从业人员啊，都会用类似的这种方法去升级我们的 kernel。那如果我们升级到了 6.9.9， 其实是 6.6 以上，你其实可以开 BBR3 了。以前我们的 BBR3 是不支持 CentOS， 不支持红帽的。现在呢，你只要能把内核升上来啊，你就铁定能支持了。我们的内核就已经安装好了，我们选择 Y 重新启动服务器。好了，这样呢，我们又重新启动回来了。我们再摁一下 K 的1，我们查看一下我们的信息。这边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已经是 6.9.9-1 的这个版本了，跟我们这边就对上了啊。那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开 BBR 了，我们选择5 BBR 管理，直接选择这个12啊，开启 BBR FQPIE。我们再看一下1啊，算法已经变了。你可能2个月过去了啊，我27，那我现在这个版本已经和这边的版本对不上了啊。OK， 那你直接选择1更新。如果你说我不想要了 ，OK， 我不想要这个内核，这个内核不够快，你选择2直接卸载。好，卸载好以后呢，我们选择 Y。啊，让它重启。我刚刚说的 Rocky， 还有 Alma， 还有 Oracle 这些平替的 CentOS 平替的这些发行版都是可以去直接使用的，包括 CentOS 也都是可以用的。OK， 那我们这个版本号又回归最初始的一个状态。这就是内核更新的一种方法，非常简单。还有一个功能呢，也是从 CentOS 那边平替可以直接使用的。13，我们的 Fightburn SSH 防暴力破解，这个还是比较管用的，安装起来非常方便。好，这样呢我们就已经搞定了。搞定了以后呢，那我们选择22再进去，选择2看一下日志。那这边就已经开始默默的帮你去拦截监测对应的 IP 进行封禁。你也可以自己去尝试输错密码非法登录。那 Fight2Ban 我们讲完了，还有我们这个26同样也是支持的啊。我们当前的话 SSH 呢，之前说的那个高危漏洞，那你在我们当前这个平替的发行版系统里同样也是可以编译去安装的。对，它都是通用的，所以这也非常好的验证了真的是平替。这样的我们的 OpenSSH 也修复了没有漏洞的版本。我们这个 Python 的这个版本应该也是可以平替的，我们可以 3.12。好了 ，Python 的版本来到了 3.12.4 也是平替到了最新的版本。好了，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关于红帽系的一些感想和感受关于我们如何把 CentOS 平滑过渡到这个 Alma 或者 Rocky， 我们的 Fedora 还有我们其他的 Linux 发行版的，回头我再跟大家出视频。所有的发行版哪些适合你自己看，反正 Lion 的脚本呢基本上全覆盖。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拜拜。